我的夫君是当朝太子，他却在一次清剿海匪后再也没回宫。我找到他时，他已经在一个小渔村成了亲，渔女大着肚子，伏跪在我面前。夫君他失忆了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求贵人成全我和夫君吧。我看了一眼低头不语的太子，冷冷开口：你妹许给老头，你弟发配边疆，你娘出家了。他空洞的眼珠子骤然紧缩。还有你媳妇要改嫁了，你爱回不回吧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小渔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，一时间围满了看热闹的人。跪着的渔女名叫阿赤，来之前我已经打听过了，阿赤一家是去年为了躲海匪才搬到这个渔村的，而太子萧承业也是那个时候领了旨意前来剿匪的。阿赤和一众流民逃难的路上，没少成太子和部下的照拂，今日施粥，明日借马护送，流民对太子的仁德赞不绝口。这事还传回京城了，陛下夸赞太子爱民如子。可谁想到他在剿匪时遇伏，从此像是人间蒸发了般。朝廷派兵搜寻，整整半年才有这一点音信。我赶来，竟差点认不出萧承业。他穿着粗布衣裳，皮肤黝黑，正蹲在院子里修补渔网。看到我时，他愣了一下，眼神陌生且茫然。倒是这个渔女阿赤冲了出来，她不顾自己大着的肚子，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声音颤抖：求贵人成全我和夫君吧。她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们已经成亲了，村里的父老乡亲都是见证。说话间，村民们纷纷点头。是啊，阿赤和阿叶可是我们看着成婚的，他们在海娘娘的神像前发过誓的，就是夫妻，就是夫妻。我盯着萧承业，你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吗？他木讷地摇头，眼神空洞。我从木凳上站起来，拍拍裙摆，一身的泥星。忘了就算了，祝你们百年好合吧。刚踏出门，我又退回来几步。对了，你这肚子几个月了？目光所及是阿赤浑圆的孕肚，宫里别的不多，怀孕生孩子的妃子却着实多。萧承业那爹40-50了还老当益壮，每年都给他添几个新弟妹。宫里效仿民间，长儿媳持家，所以当太子妃的这3年，我没少照顾那些怀孕的庶母。阿赤这肚子，我一眼便看出端倪，她快生了。但萧承业遇袭失踪，只有半载。阿赤后退几步，捂着孕肚，满眼都是防备。别怕，你如实说，吉是泰。我顿了顿，吉是阿叶的孩子，理应禀明家里，日后也好有个名分。闻言，阿赤双眼一亮，掩饰不住的欢喜，看向萧承业。萧承业仍是一副懵懂之姿。6个月了，我和夫君一成亲就有了。阿赤说着，羞赧地低下了头。我笑着抚了一下他的肚子。6个月早产的话，可活不了哦。阿赤瞬间白了脸，嗫嚅着：贵人，您说什么呢？您怎么咒我们的孩子？他眼眶湿了，一副娇弱的模样，抱着肚子，脚下不稳。萧承业扶住了他，将人护在怀中。这位贵人，不知从前你我是何关系，若有得罪，在这给您赔不是了。但请您高抬贵手，放过我的妻儿。我笑了，他没得罪过我，就是冷落了我3年，何时像对阿赤这样爱护怜惜过我呢？不过无所谓，我姓秦，大隋后族，开朝时祖宗定下的大隋姓萧秦，偏偏这代秦家就我一个女儿，正是我嫁给谁，谁才是太子。他萧承业想破了这个规矩，不仅要问祖宗，还要问问我那5个手握兵权的哥哥，和我那3个朝中重臣的叔伯，以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祖父。阿赤蹙着眉，靠在萧承业的胸膛，楚楚可怜的眼神中分明有一丝挑衅。我对你的妻儿没兴趣，我不愿在这小渔村多待，腥臭的气味呛鼻，但有些话还是要说清楚。他亲口放弃，回去以后我也好交代。你看我这阵仗，大抵也知道你出身不俗，家里几个兄弟争得凶。阿赤竖着耳朵听。你呢倒好，在这小渔村过起了神仙眷侣的生活，与世无争的。我一个女人替你拼了半年，
恐怕守不住你的东西。萧承业仍旧装傻，都是身外之物，我有阿赤足矣。我长长的哦了一声，那就是家业你都不要了，也不会和我回去？萧承业点头，宠溺地看了一眼阿赤，除非妻儿都能名正言顺，这不是做梦吗？我面露为难，既然这样，阿赤凄疑地抬了抬眼，那便算了吧，你的话我会亲口告诉家里人。走到门口，萧承业突然开口叫住我，贵人，我家里人可还好？还不错吧，都有自己的事干。言罢，我想了想这半载，又道，和亲选了你妹，戍边选了你弟，去太庙祈福选了你娘，二嫁新继承人选了你媳妇。媳妇？阿赤从他怀中探出头，我安抚他，以前是，马上就不是了，你放心哈。萧承业原本空洞的眼珠子猛然一缩，你说什么？萧承业眼中的迷茫此刻消散殆尽，推开怀中阿赤，上前扼住我的手腕。他焦急地张了张口，不知该从何询问。我眨了眨眼，你不会是想起来了吧？萧承业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，他天人交战了一会儿，挤出4个字：备马回京。身后的阿赤红着眼，夫君还会回来吗？萧承业望向我，阿叔，阿赤他怀着我的孩子，能不能？你想带他回东宫？萧承业抿唇不语，但眼神已经默认。能，当然能。我报以微笑，毕竟京城那边新太子要册封了，东宫很快就不归他了。回到行宫，萧承业的记忆恢复得很快，就连太医都称赞堪比奇迹。这一切都归功于渔女阿赤，在他受伤期间照顾有加。我不停地点头附和。待上路，我和萧承业单独共乘一辆马车时，他终于迫不及待，快和我说说朝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一定要阻止玉儿景儿。阻止？我瞪大了双眼，恐怕阻止不了，玉儿已经嫁去北狄2个月了，景儿亲自送嫁的，然后她直接留在边关了。什么？萧承业疼得站了起来。好在我这马车又大又稳，只是4个脚的金雀轻微晃动了一下，还不是因为殿下。我叹了口气，往他心上戳着刀子。你失踪后，有消息说是被北狄人掳走了，北狄可汗答应帮着找，但是要求娶公主。玉儿担心你的安危，就自请和亲了。萧承业额角青筋暴起，景儿去送亲，顺便找你。边关流言纷纷，每家每户为了领2个鸡蛋，都说见过你。他一气之下，在边关和百姓动了手，闹出了人命。没办法，只好叫他留在军中，戴罪立功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几个哥哥都会照拂景儿的。萧承业两眼一黑，晕了过去。我拍了拍他，纹丝不动。看来是真晕了。就这，我还没给他讲，他娘正妃受不了打击，失心疯的事呢。我的姑母皇后早逝，没留下一儿半女，便宜了她当年的侍女，也就是萧承业的娘。因着正妃是从秦家出去的，萧承业幼时也曾受我姑母教导。从小我们勉强算青梅竹马，所以立储时秦家支持了这个没有背景的皇子。可他和他娘似乎不太感恩，对在秦家的过去弃如敝屣。正妃最恨宫人提起，她是先皇后的婢女，她越是这样，我就越要有意无意地说。所以我们婆媳的关系不太好。萧承业失踪后，只有我不慌忙去找他，骂我心里没有夫君，蛇蝎心肠。我说铁打的太子妃，流水的太子，人回不来，换个人便是了。正妃差点中风，她求陛下立小儿子为太子，陛下为了安抚她，说考虑考虑。有了陛下这句话，正妃尾巴翘上天了，在宫里处处摆皇后的架子。但我告诉她，凤仪宫从里到外，桌椅板凳、杯碗碟盆下都刻着秦字，是我秦叔的秦，还有他那小儿子，我看不上。正妃被我气病了，又因为玉儿、景儿接连离京，她便彻底疯了。宫里妃子很多，但没有疯子，我便借着为太子祈福之名，将他送去太庙静养。都送走后，东宫彻底清静了。谁想到萧承业这个时候找着了，烦人。山路崎岖了起来，
我这大马车也有点颠簸。萧承业被晃醒了，他一睁眼看见我端着药凑在他面前。殿下，喝药吧。萧承业惊跳，你这什么药？我一愣，割下药碗，贴心地抚上他的额头。不烫啊，殿下可是做噩梦了。萧承业这才回神，胸口剧烈的起伏。是了，刚才梦见了弟弟妹妹。他擦了一把汗，看着我抿了口药后，才放心服下。我暗笑，这么怕死，在小渔村待着多好。京城里盼他死的人多着呢。他不得日防夜防。阿叔，你说的二嫁是什么意思？萧承业终于想到了我，还不是二殿下。我低着头，又道：大臣们上书立二殿下为储，让我改嫁。他们敢？萧承业怒吼。我撇撇嘴，没有跟着一起骂，毕竟他们是我的父兄。突然，马车停下，我探出身子去看，只见阿赤脸色苍白地站在外面。萧承业扬声问：怎么了？阿赤踏着碎步，急切地过来。夫君，那辆小马车太颠簸了。他捂着肚子，满面苍白。萧承业见状，顿时焦急了起来。快上来，这辆车稳。言罢，看了我一眼，见我不作声，他忙扶阿赤上车。阿赤怯生生地蜷缩在萧承业怀中。我侧着眼看戏，你应当知道，他是太子，本宫是太子妃，这夫君的称呼不合规矩。话音轻飘飘的，阿赤闻言却吓了一跳，好像我说了多么重的话。他噙着泪低语：我民女叫习惯了，求贵人饶恕。萧承业将他搂住：阿叔，阿赤是民间女子，不懂宫里的规矩，你不要对她太过苛责。况且萧承业一顿，偷偷看了我一眼，况且他还怀着我的孩子。阿赤羞赧地低头，看着肚子无限遐想，仿佛已经预见回京后母凭子贵的日子。我叹了一口气，毕竟做了3年夫妻，当初也是我亲自选的夫君。我决定给他一次机会。渔女身份低微，不配伺候殿下，不过毕竟怀了孩子，不如就去母瘤子吧。淡淡的一句话，让萧承业瞬间黑了脸。阿赤惊慌失措地摇着头。我安抚道：不杀你，孩子记在本宫名下，给你一笔钱，余生衣食无忧。不，阿赤瑟瑟发抖。不愿意。我打断他的话：怎么，孩子能记在本宫名下，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。萧承业愠怒了：阿叔，你不要太过分，哪有让人母子分离的道理？我垂下眼眸，看来这夫妻缘分尽了。见我不说话，萧承业脸色缓和了。阿叔，我想先带阿赤去见母妃。刚好车马行至京郊玉清寺，我点点头，示意车马停下。萧承业一道：为何停在城外？殿下不是要见母妃？我努努嘴：母妃出家了，就在玉清寺修行。什么？他尖叫一声地站了起来。阿赤一个不稳，从座上跌落。夫君！他皱着眉呻吟，裙摆下已是一滩鲜血。玉清寺内，随行的太医一番诊断后，战战兢兢道：殿下，娘娘，这阿赤姑娘是该临盆了。阿赤难受极了，额间的汗珠混着泪，流得满脸都是。我问：临盆？可他这胎才6个月啊！太医不敢与我对视。萧承业连忙站了出来，横在我和太医中间。他焦急道：这是姑第一个孩子，若有闪失，唯你是问。太医领了命，如释重负地退下。玉清寺内热闹了起来，不少姑子都蹲在大殿外要看这热闹。萧承业四处张望，怎么不见母妃？的确不见正妃。我拉过一个尼姑，询道：前2个月宫里来祈福的净颜师太在哪？他像听见什么可怕的事，连连后退。贵人，您说净颜？他被关在后院了。萧承业冲上来扼住他的手腕：你说什么？为什么关他？小尼姑被捏得生疼。净颜他疯疯癫癫的，进寺以来成日摔摔打打不说，还独自跑到后山，差些回不来了。住持也是为了他的安全，才将他关起来的。我问：为何独自跑到后山？他嘴里念叨：要寻儿子。萧承业手上一松：正是要找我。母妃，
是儿害了您啊！他痛苦地捂着脸低吼。我冷眼看着，心中毫无波澜。萧承业抽抽搭搭道：“阿叔，我要接母妃回宫养病。他怎么要？后宫诸事由我做主。”我沉吟不语，内间突然传来婴孩啼哭。阿赤生了，是个男婴。玉清寺的住持和长念了一句阿弥陀佛。萧承业欣喜若狂，冲进内间。阿赤虚弱地躺在床上，泪眼婆娑，看着萧承业，满眼都是期待。萧承业小心翼翼接过孩子，眼中是初为人父的喜悦，一扫方才对郑妃的愧疚。孩子可还好？毕竟早产数月。萧承业试探地问太医。太医擦了一把汗，还好还好，小皇子福大命大，逢凶化吉。我伸过手，让我抱抱吧。阿赤整个身子紧绷起来。萧承业伸过来的手迟疑了。我道：众目睽睽，殿下还怕我抱不稳不成？他和阿赤对视一眼，将孩子递到我的怀里。宫里的小皇子公主，我抱了不少，是以手法娴熟，众人看着都觉得我母性十足。怀中婴儿虽皱皱巴巴，但小脸却肉嘟嘟的。我示意东宫内侍官称一下多重，都要记录在册。他颔首，早就从厨房准备好了秤。回娘娘7斤8两。随行宫人开始窃窃低语。我扑哧笑了出来，真是个大胖小子呢。阿赤挣扎着要从床上起来，娘娘，求您把孩子还给我。我缓步走到阿赤床前，双指捏住他的下巴。别急，本宫只是好奇，区区6个月大的婴孩，怎么会有7斤8两？顿了顿，声音陡然尖利，合着你当我们东宫都是傻子呢？说，这孩子到底是谁的种？你又哪来的胆子戏弄太子和本宫？萧承业勃然大怒，秦书，你越说越离谱了。阿赤苍白着脸，顿时哭喊出声：娘娘，您怎么辱人清白？这其中定有误会。夫君，夫君。他咂着胳膊，萧承业跨步将他揽住。夫君，这秤是娘娘准备的，你要替我做主啊。萧承业拍了拍他的后背，替他顺着气。够了，阿叔，你是太子妃，怎么一点容人的度量都没有？外间突然传来喜悦的声音：快让本宫看看孙儿。郑妃一袭素衣，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。2个月未见，她像是老了10岁，丝毫没有在宫里养尊处优的雍容，眼角眉梢尽是褶皱。她一把推开我，从内侍手中抢过孩子，满脸慈爱：本宫的孙儿，本宫的孙儿啊！萧承业眼眶一红，母妃。郑妃顿时泪如雨下，和萧承业抱头痛哭起来。儿啊，母妃就知道你还活着，丝毫看不出痴傻的模样。原来装疯卖傻是母子传承的。郑妃哭够了，这才注意到床上的阿赤。这是……萧承业连忙介绍：母妃，这是阿赤，是儿的。他犹豫了一下，看了我一眼。郑妃却已经明白，喜笑颜开，连连叫好：好好，既然为本宫诞下孙儿，就是功臣。好孩子，跟本宫回宫，定不会亏待你的。阿赤的笑脏也藏不住，怯生生地喊了一声：母妃。他们3人凑在一处，真是久别重逢，慈爱的一家，倒显得我这个太子妃像外人了。我冷哼一声，推门而出。穿堂风吹进屋内，阿赤打了个喷嚏。郑妃不悦，产妇刚生完孩子，怎么能见风呢？话音一顿，看见是我开的门，你没生养过，不知道也是正常。他想回宫，少不了要巴结我。我舒展了眉目，既然阿赤姑娘产后这么虚弱，的确不宜挪动，不如她先留在玉清寺，别耽误了殿下回宫的日子。言罢，我不再多留。萧承业追了上来，拽住我的衣袖：阿叔，你是正妻，怎么这点容人的度量都没有？我抬眸：哦，那殿下如实说说，你和那渔女是什么时候勾搭上的？寺庙的钟声响起，闷声袭来。萧承业哑然，自是我遇袭之后。殿下，你我一起长大，这是还要瞒着我吗？眼前的男人不自在极了，抓耳挠腮的，举手投足之间尽是欺骗。我突然想起幼时我们一起在凤仪宫的种种，那时郑妃身份低微，萧承业由皇后姑母抚养，我也常年在宫里。
和他可谓是青梅竹马。萧承业曾说要把这世间最好的东西都给我，或许从那时开始，他就在算计我。后来姑母离世，他回到正妃身边，太子之位本是轮不到他的，而我刚及笄，对他却芳心暗许，对祖父力荐萧承业，还扬言非他不嫁。我觉得以我的身份，一定能助他坐稳那个位置。可谁知他的甜言蜜语都是假的。大婚和太子受冠是同一日，当夜他借口乏累去了书房，这一去就是3年。起初我以为他有难言之隐，还让太医院给他做了不少滋补汤药，谁知根本就是不想碰我。这阿赤根本就不是什么渔女，她是东宫宫女，早就和萧承业私相授受，他以为一切能瞒过我，殊不知秦家女人历代掌管后宫，整个后宫全是我的眼线。从他自请出兵剿匪，又大费周章将阿赤送出宫时，我便猜到他们不方便在我眼皮底下苟且，要换个地方勾搭。本来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，毕竟萧承业是未来天子，怎可能不3宫6院？谁想到他竟如此为情乱志，假装失踪失忆。既然如此，那大隋的江山实在不适合他。萧秦2世辛苦打下来的天下，岂能给这个草包？阿叔，萧承业支支吾吾的话，将我的思绪拉回。殿下，回宫之后，孩子要验明正身入玉牒的，是否足月一查便知。我叹了口气，又道：你说我该怎么给祖父和叔伯父亲交代呢？告诉他们，这是你宁愿放弃江山也要留下的孩子。殿下，你若喜欢他，在东宫时就和我说一声，大可不必这样大费周章。萧承业无话可说，脸上青红一片。半晌，他道：是我不对，阿叔，当初我也是被他迷惑，我心里是爱你的。父皇面前，你一定要帮我。瞧瞧，真爱不过如此。我假笑，自然，你我夫妻同心，让阿赤和孩子暂时留在玉清寺，也是为了他们好，既是你的骨肉，日后有的是机会回宫。那母妃？萧承业试探。母妃既然病好了，就一起回宫吧。我冷冷笑了一下。正妃，我自然给她安排好了去处。回宫的马车上，萧承业坐立不安，他不时地掀开帘子，望向玉清寺的方向。殿下若是舍不得，现在回去还来得及。我淡淡说道。萧承业放下帘子，强装镇定。阿叔说笑了，我只是担心母妃的身体，车马颠簸，不知她是否受得了。我轻笑一声，一听可以回宫，正妃健步如飞，哪还有一点病态？车驾行至宫门，远远便看见一队人马候在那里，为首的是我三哥秦征，禁军统领。他一身戎装，萧承业的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。三哥怎么亲自来了？我故作惊讶。秦征拱手行礼，奉陛下之命，特来迎接太子殿下回宫。他的目光在萧承业身上扫过，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。萧承业强撑笑容，有劳秦将军了。秦征冷哼，殿下客气了，陛下让臣先问殿下一句，既然殿下无恙，为何半年不归？朝中上下可都急坏了。萧承业额头渗出细汗，姑失忆了。失忆？秦征似笑非笑。我事实解围，三哥有所不知，殿下一听说妹妹和亲，弟弟戍边，立马就想起来了，这不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。只怪这消息没有及时传到渔村。我和秦征都暗笑了一下，天下皆知的消息，偏偏在那个小镇就被封锁了。萧承业被做了局，却毫不知情。东宫灯火通明，所有宫人伏跪在地，迎接太子归来。萧承业刚踏入宫门，便有小太监急匆匆地跑来：殿下，陛下口谕，请您即刻觐见。萧承业脸色一白，现在？小太监点头，低声道：二殿下参了殿下一本，这会几个重臣都在太极殿等您呢。萧承业的眼中满是惶恐。我温声道：别怕，我陪你。这么精彩的一程，我当然要陪他。太极殿内，陛下高坐龙椅，面色阴沉似水。二皇子萧承义站在殿中，嘴角噙着冷笑。儿臣参见父皇。萧承业跪下行礼，声音微微发颤。
陛下手中的奏折脱手而出，不偏不倚砸到萧承业的头上。你还知道回来，朕以为你死在海上了。天子一怒，我们全都伏在地上。萧承业的额角渗出血，他大气都不敢出。父皇，不是儿臣故意不回宫，儿臣遇袭后失忆了。还敢胡说八道？你自己看折子。陛下按着太阳穴，被萧承业气得不行。那封弹劾的奏折上细数萧承业的罪行，所谓海匪作乱、剿匪遇袭、帮助灾民、受伤失忆等等，全是他自导自演。萧承业不可置信地看着一旁的萧承义，二弟，你……萧承义拍拍手，太子殿下，好一出大戏，到底是为何？我连忙叩首，陛下，求您宽宥太子，都是臣妾的错。太子妃何错之有？陛下摆摆手，示意我不用揽责。我抬起头，眼中含泪，臣妾没能早些发现殿下的心意，否则在东宫时就将阿赤赐给殿下，也不至于让他如此大费周章。萧承业猛地转头看我，眼中满是震惊。陛下怒极，好啊，朕的儿子为了一个女人连江山都不要了。萧承业慌忙辩解，父皇，儿臣冤枉，那阿赤确实是儿臣在渔村认识的。够了！陛下一拍龙案，传来为阿赤接生的太医。你说昨日生的孽障是足月还是早产？太医不敢隐瞒，回陛下是足月的婴儿。萧承义喃喃道，怀胎10月，那就是阿赤在东宫做宫女时。我绞着手帕，哭得一抽一搭。陛下明鉴啊！不知正妃何时跑来，未得传诏擅自入殿。要不是秦书不能容人，太子何故要出此下策？他哭喊着冲进大殿，疯疯癫癫的模样让陛下厌恶的皱眉。萧承业连忙去扶母妃，您怎么？后话大概是怎么像个市井泼妇。我帮着萧承业搀住正妃，却被他一把推开，尖利的护甲划伤我的脖颈。我委顿地瘫坐在地，抽噎道：母妃，您的病不是好了吗？正妃毫不理会，这是太极殿。他叫嚣咒骂着，秦书和他姑母一样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该死该死，应该像10年前一样。殿上众人一惊，萧承业捂住正妃的嘴，慌乱道：母妃别说了，快来人啊，将娘娘带走。正妃狠狠咬了一口萧承业，她吃痛收回手。秦后来了，他来找我索命了。正妃的神志一点一点不清，看着我大吼，他将我当成了姑母。我歪了歪头，今日特地穿了姑母的旧衣，缓缓问道：本宫为何要找你索命？正妃捂着嘴，惊慌失措。你知道了，你都知道了。萧承业大喊：母妃！可惜正妃毫不察觉，她一会哭，一会笑，在混乱不清的言语中，将10年前的旧事都说了出来。正妃的风言风语回荡在大殿上，是我日日下药，你才毫无察觉。活该，谁让你生来就可以当皇后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陛下猛地站起身，脸色铁青。你说什么？10年前姑母病逝的真相就这样被揭开。一直沉默不语的祖父突然老泪纵横。陛下，你要为老臣苦命的女儿做主啊！臣一家为大隋鞠躬尽瘁几代人呢？萧承业已是面如死灰，瘫软在地。正妃还在继续，他死了才好，他死了，我的儿子才能回到我身边。我伺候了他半辈子，连我的儿子他也要抢走。来人！陛下暴怒，把这个毒妇拖下去。秦征带着禁军上前，不由分说将正妃拖走。他的尖叫声渐渐远去。我和秦征对视一眼，他自会明白，要亲自将正妃方才的吃食处理干净，毕竟那里面有些致幻的药。我擦了擦泪，抬眼看向陛下，父皇，姑母待我和太子都如亲生。我话未说完，萧承业突然扑过来抓住我的手，阿叔，母妃疯了，她说的都是疯话。我挣开他的手，殿下，疯话往往都是实话。言罢，突然怔怔地看着他，你一直知情吗？萧承业噎住，半晌，从牙缝里咬出2个字：不知。陛下冷冷开口，将正妃押入天牢，这大理寺查清旧案，再行发落。至于太子，德行有亏，不配为储，即日起贬为庶人，发配儋州。你不是爱在渔村待着吗？朕成全你。
至于秦书，赐你和离，婚事来日再议。我问父皇，那余女和孩子呢？萧承业西行上前，父皇，孩子是无辜的啊，毕竟是皇家血脉。父皇，臣妾觉得因滴血验亲，若真是皇室血脉，臣妾愿意养这个孩子，来日传出宫，也是一段佳话。陛下点头允了。萧承业泪眼汪汪，满怀感激地看着我。我目视前方，多看他一眼都恶心。阿赤和孩子被连夜接进宫，滴血验亲后，血味相融。孩子不是萧承业的。萧承业霎时疯了，不顾一切地冲向阿赤，揪住他的衣领，你这贱人，你这贱人！孩子到底是谁的？你骗我！我为你沦落至此，你敢骗我？阿赤哆嗦着往我身后躲，我的人死死控制住萧承业，让他动弹不得。他第一眼注意到阿赤时，大概是不会注意到她是我的陪嫁宫女之一，她的未婚夫婿是秦家小厮，二人郎情妾意，奈何萧承业非要强人所难。许久，萧承业如遭雷击，踉跄的后退。他看着我，满是陌生和恐惧。是你，秦书，是你设局害我？我轻轻摇头，殿下说笑了，是你先负我。我俯身在他耳边低声，姑母的仇，教我如何不报。他浑身发抖，再说不出一个字。秦征领了命，萧承业该上路了。三哥，这一路多多照顾他。秦征颔首。我看着萧承业的背影，如释重负，过去种种皆浮上心头。他本是姑母的养子，受着良好的教导，却一心要与郑妃那蠢货为伍。母子俩又蠢又坏，还胆大包天，害死姑母。后来设计娶我，却对我冷漠欺骗。好在我在东宫这3年，发现了当年旧事的端倪，否则这场婚姻真是我人生的黑点。郑妃被赐死时，我去天牢亲自看着行刑，药尽过后，她神志全清，看见我犹如看见罗刹。你们秦家人都是魔鬼。我狠狠捏住她的下巴，谁才是魔鬼？你从小被秦家收养，虽是下人，但从未干过一丝重活。后来随姑母入宫，你不安分守己，反而挖空心思上位。姑母没有怪你，助你生下孩子，还帮你教养。你不知感恩，反而蛇蝎心肠。现在还敢对我叫嚣，这毒酒我要亲自灌他喝下。郑妃挣扎着，奈何身后几人控制着她。我朝他喉咙里灌下毒酒，在他最后有意识时道：萧承业已经是庶人了，但本宫仍是太子妃。你还不知道吧？二皇子萧承义立为太子，不日就要与我大婚了。郑妃的眼珠死死盯着我，最后瞳孔散开，她死不瞑目，我却开心至极。走出天牢，我去太庙给姑母上了一炷香，大仇得报。后来祖父问我，可确定选萧承义了？我点点头，这场局如果没有他也做不成。早在1年前，我刚发现真相时，就和他结为联盟了。萧承义母家不弱，在朝堂上也有一份势力。秦家独大了几代，是时候收敛些，否则盛极必衰。大婚当夜，萧承义紧张的手足无措。皇嫂，我嗔他一眼，还叫皇嫂？他脸一红，阿叔。我笑着递过和亲酒，殿下放心，秦家会全力辅佐您。他郑重接过，我发誓绝不负你。窗外明月高悬，我想起姑母临终前的话，秦家的女人绝不能做棋子，在这宫里谁都不能信。我抿了一口酒，甜中带涩。没过多久，陛下病逝，萧承义登基，我入住凤仪宫，天下称我为秦后。恍惚间，我以为在叫姑母。家中传来消息，秦征得了一个女儿，问我可要接进宫教导。我放出笼里的金丝雀，回了一个不字，就让它飞吧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